阿丽，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，你现在坐在一座漂亮的小岛上，太阳热热的晒在皮肤上，面前是蓝蓝的大海。哦，我听到了海浪哗啦哗啦的声音，空气里还有咸咸的海水味。手里再拿一杯冰珍奶，简直是天堂啊！哈哈，阿丽，如果你每天只要工作2个小时，剩下的时间都在休息，你愿意吗？当然愿意，只要肚子不饿，这就是我要的享受。可是故事里有一个很有钱的商人，却觉得这样的生活有点危险哦。为什么？难道是怕炸鸡冷掉吗？因为他觉得你没有另一种能力。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 Chinese Listening 101，我是小晴。大家好，我是每天都想着吃好料的阿力。今天的故事，渔夫与富翁，绝对会让你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快乐。故事发生在一个美丽的小岛，商人穿着昂贵的西装，手上戴着名表，来到这里度假。哇，听起来就是很有钱的样子。他在那里做什么呢？他雇佣了一个渔夫当导游，渔夫晒得黑黑的，每天坐在小船上唱着歌，远处传来呼呼的海风声。渔夫听起来很放松哎。对，几天下来，商人看到渔夫虽然捕鱼技术很好，但每天早上只抓几条鱼，够家里吃饱就收工了，剩下的时间就躺在树荫下呼呼大睡。哈哈哈，这不就是我梦想的生活吗？商人看着渔夫皱着眉头，觉得他太不努力了。他走到渔夫身边，认真的建议：先生，你应该买一艘新的引擎船，去赚更多钱。哦，那渔夫听也怎么说呢？渔夫只是笑了笑，接着问：然后呢？对哦，他想知道赚了钱之后要做什么。商人越说越兴奋，说你可以扩大规模，拥有自己的船队，成为成功的企业家。小晴，规模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规模就是指事情的大小或范围，买更多船就是扩大规模。那变得很厉害之后，渔夫又怎么回答呢？渔夫点点头，还是那句话，然后呢？富翁很有自信地说：等你辛苦工作个30年，赚了很多钱，你就可以退休，来到小岛上悠闲地晒太阳，享受了。哈哈哈！等一下，30年呢？到那时候阿力都老了，牙齿都掉光了，说不定也没头发了。为什么要花30年的时间辛苦工作，最后才回来晒太阳呢？渔夫现在不就这晒太阳了吗？没错，渔夫也是这样回答的。他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拥有快乐了。可是，阿力，商人听完渔夫的话之后，在最后离开之前，留下了一句话。哦，他说了什么？商人说：也许你觉得现在很满足，但对我来说，这样的生活只是我的1年当中很小的一部分。只要我想，
我随时可以去世界任何地方换一种生活。什么意思？难道他有任意门吗？不是啦，意思是渔夫只能留在这里抓鱼，但富翁因为努力过，他拥有随时决定自己要去哪里的能力，这就是选择权。选择权？哦，我知道，就是阿力可以选择真奶要半糖还是无糖的权利，对吧？阿力选真奶是很小的选择啦，真正的选择权是，万一这里没鱼了，或是你生病了，你有没有能力换一个地方继续快乐？哦，我懂了。渔夫虽能快乐，但是万一环境改变了，他就没办法主动解决了。没错，努力扩大规模是为了让人生更有保障，更有选择权。可是小晴，回到刚才的问题，付出30年的时间，真的值得吗？这就是为了成功付出的代价。代价是什么意思呢？代价就是你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失去的另一种东西，像是商人得到了钱，却失去了30年的休息，还有他的头发。虽然很有钱，但失去30年真的是很大的代价哎。我宁愿少赚一点钱，也要身体很健康。没错，所以重要的是，你要在努力工作跟享受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。平衡就是两边一样稳定，不会倒下来，对吧？说得真好，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快乐，才能在辛苦与享受之间做出最好的决定。各位听众，听完这个故事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愿意付出30年的代价，换取随时改变生活的选择权吗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。接着进行我们的跟读时间，让我们复习今天的重点词汇。每个单字我都会给一个例句哦。第一个词是规模，意思是事情的大小或范围。规模，规模，这家餐厅的规模很大，在全世界都有分店。第二个词是享受，意思是快乐地体验好的事物。享受，享受，下班后，我最喜欢坐在沙发上，享受安静的时间。第三个词是退休，意思是因为年纪大停止工作。退休，退休，我爸爸去年退休了，他现在每天都去公园运动。第四个词是选择权，意思是决定自己生活的能力。选择权，选择权，努力学习可以让你在找工作时更有选择权。第五个词是代价，意思是为了得到某物而失去的东西。代价，代价，例句：他赚了很多钱，但代价是失去了健康。第六个词是平衡，意思是两边一样稳定，不会倒下来。平衡，平衡，我们应该在努力工作和休息之间找到平衡。今天的故事很有深度，听完之后，让我们进行最后的听力小测验吧。阿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总共会有3题选择题哦。准备好了，我来念选项，各位听众要认真听哦。问题1：故事中的渔夫每天什么时候开始休息？选项是 A 早上 B 中午 C 晚上。问题2：根据故事，什么是代价？选项是 A 得到的东西 B
失去的东西。C. 买鱼的钱。问题3，富翁的生活跟渔夫有什么最大的不同？选项是 A. 富翁比较有钱。B. 富翁有选择权。C. 富翁有新船。3题都选好了吗？正确的解答我们会放在留言区哦。喜欢今天的节目吗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。并分享给正在学中文的朋友哦。没错，学习中文的路上，小晴和阿丽会一直陪伴着大家。See you next time. 我们下周见喽。